那可以帮我们揭开是什么的秘密吗？我们的这个身份证更换的次数，每一次换发身份证，并不是身份证掉了，就是一段关系开始又结束，多次体验。在我们心目中，传统的完整家庭就是有一个老婆，有小孩，有一个自己的家。那你人生的目标可能就是为了这个家，你为了让小孩，为了让太太有好的生活，所以你会组成一个家庭。我从来都一直认为说，这样子的人生应该是比较完整的一个人生，所以我对婚姻这件事情就会是很憧憬的，一直这样的憧憬都存在。人家说为什么不会破灭？因为你没有实现过，你没有真正实现过那一个憧憬。那这个对象也是第一段经历嘛，是一个很奇妙的机缘，就是那个女生是一个在一个场合碰到了，年少轻狂，意气风发嘛，自然就想要去跟她聊个天，搭讪一下。一直以来我喜欢或是会吸引到我的女生的型都蛮类似的，所谓的长发大波浪，3个条件你们都知道嘛，对不对？长头发、大波跟浪 ，OK。OK 好。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如果有事，来喝杯酒吧。那今天喝什么呢？今天喝杯兔兔酒推出的17号单一纯麦威士忌，那我们就干杯 ！Cheers！Cheers！欢迎来到人生小酒馆。那这个单元最主要在分享一些有感触的人事物的故事。那我是你的人生好伴，我是小欧。Hello， 大家好，我是 King。大家好，我是阿公。阿公中田很有力哦，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有那个中气十足啊，感觉这个故事非常的精彩。开玩笑，今天要一吐为快啊！对啊，妈用全身力气讲啦。阿公是遭遇到什么事情可以这么愤愤不平？我们工作压力那么大，对不对？找一个抒发管道，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压力这么大？工作、人生都是很有压力的啊。对，所以你要找一个适当的抒发管道嘛。例如什么呢？像我自己蛮喜欢运动，跑步啊，打球。那有的时候呢，可能会自己一个人开车，享受一下《速度与激情》。只有速度跟自己的激情。对，缺一个激情的对象。他也是呢，你知道吗？他也是喜欢爱开快车的那种感受。对，他不是开很快，就是他享受那种驾驭的乐趣。没错，你开车你会发现到人生能掌握的事情，就只有当下，不是方向盘的啦。看你们两个好累。人生太多事情根本就不是你掌握得了。真的啊，因为喜欢开车，跑去开 Uber。你去开 Uber？ 开过 Uber， 开了1年半的时间。可是阿勇，我记得你不是那个某公司的高管，那个在成为高管以前的事情，那还是个高玩的时候去开公车，现在高管的时候也是高玩，就趁还可以玩的时候尽量玩。对，就每天下班去开3个小时的 Uber。当时呢 ，Uber 刚兴起，很受欢迎正在跟小黄在这个变的时候，就感受到每天开 Uber 可以重拾新的活力。那我既然这么喜欢开车，不如拿开车来赚钱。那我可以好奇一下，你那时候开的是什么车吗？我那时候开一台休旅车，是柴油的，又很省油。那时候还没有电车，应该是2015年的事情。你知道有一次啊，我也是叫 Uber， 然后就看到那台车死还来我面前，他开了一台 X5来载我，我还没选尊荣哦。这是认识朋友吧？交朋友？没有。然后后来我上车的时候，我就看到是一个北北开的，然后我就很好奇，我说先生，大哥，我可以问你吗？就是像你这样子的车子，刚美猴，那个北北就说，我就开兴趣的。我跟你讲，我以前在大陆是一个什么工厂，好像做电子零件的老板，我是退休没事干，想交朋友，杀时间呐。对，他说哇，我就平常要开就开啊，不开高尔夫球去载着我就去打球去了。这样的人生很惬意啊。我之前也是有类似的，但是我那时候是选尊爵方案，那时候我坐的是凯宴，然后就来是个大妈，我就问大妈说，哎，那你平常什么？她说她是那个银行的高层，她就说啊，半退休的生活，她说她喜欢交朋友，跟客人聊聊天，她就去开 Uber。该不会是午后的酒杯拿吧？那你那时候在开 Uber 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一些有趣的经历呢？很多啊。Uber 就是基本上在那个年代大家叫 Uber 蔚为一种风潮。我大概每天开的时间就是从下班后的8点开到晚上11点，然后周末呢，我就会从晚上的差不多9点开到凌晨4、5点。最有趣的一定发生在周末嘛，而且是在信义区那时候出没，或是忠孝东路4段同林百货楼上的系列。哇，那个时候所谓捡尸地点。对，完全非常多的这个妹啊，或者是带着妹的都会出现在那个地方。如果说真的要讲遇到什么很有趣的事情太多了啦。我觉得遇到比较惊悚的事情 ，Uber 其实它到处跑嘛。那我有一次就是那时候已经凌晨差不多快3点，然后我在木栅，因为刚从信义区载完一群虾妹回到木栅，他们可能是续团，然后在木栅的辛亥路那边又载一个女的，那一上车她穿白色衣服长头发，我就说请问你要去哪？他就说很缓慢的说你就看画面吧。然后我就看了画面，他要去新店祥和路山上的山庄，然后就越开，他一路上都没有声音，也没有玩手机，就静静的坐着。这时候我就一直随着车子越开越往山上去的时候，我就时不时看着后照镜，我很怕他会突然不见。
哦，结果真的突然不见了，真的假的？手机掉下面，好悲哦！然后就到了目的地之后，我就说小姐，你住这个地方，那你是不是很常叫 Uber？她说对啊，她下山她都是一定要叫 Uber。我说下次上车的时候，其实你可以跟我聊天。其实我刚刚是有点怕，我怕你突然消失在我的后照镜里面，你就穿了一身白衣，多可怕！对，所以这个就是有遇到会这种很有趣的。还有一次是从也是从信义区开到擎天岗的那个大草原那边，然后他下车了，但我也不好意思问他要干嘛，他就一个人吗，也是一个女生，对。然后就在擎天岗大学下车之后，但我后面那几天都有蛮注意一些社会新闻，导师没有看到什么独生女子对出现在什么擎天岗大草原这个怎么样哦，倒是没看到。他可能只是想去那边散心呢。我本来比较担心的是说，那最后他是怎么回来的？因为他要叫车从擎天岗，那时候已经10点多了，所以他要从擎天岗再叫车，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我有车上去啊，到现在还是个谜，我不晓得他最后是怎么离开擎天岗的。有可能他从山上走下来，也有可能他不曾离开过。所以以前开 Uber 的过程是还蛮有趣的啦。那后来就是因为工作越来越忙，就没有再开 Uber 了。因为那时候就是 Uber 跟小黄的战争越来越烈嘛，那个政府当然就要跳出来插手了嘛。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强迫所有的 Uber 就必须要车子要登记到职业牌，驾驶人你要登记成职业驾驶，代表就是说他是在营业车的管辖范围内。那因为我是开自己的私家车啊，所以我其实不太可能把我的车改成营业牌嘛。那我也没有那个时间去考那个营业登记驾照。你要登记到营业牌的话，你就是靠行，那你每个月就要交给车行一定的规费。对对，那像我们这种想开就开，想不开就不开的，这种就是比较自由嘛。后来就没开了。不过总结下来，我大概那时候算了一下，以当时的 Uber， 然后我把我的油钱跟一部分的保养的钱我把它扣掉，那个时候时薪1小时差不多350了。那很高。那我觉得还 OK。就当做下班的休闲娱乐。到底多不多？等我去完男模会馆工作完之后，我再跟你讲。男模会馆那个时薪很高吧，都好几千的。重点是我怕我们2个上不了台，不会被点到，所以我们要想一些被点台的方式。所以就说老板娘好，打枪。今天在聊，听说阿勇有一段很屌，可以跟我们观众炫耀的一些事情。这种怎么会是拿来炫耀呢？这是辛酸血泪史啊！对啊，只是说可能这一些经验可以给这个想加入还没加入、想离开还没离开的一些小小的一些想法啦。对，也许加速你进入或加速你离开，对不对？那可以帮我们揭开是什么的秘密吗？我们的这个身份证更换的次数，每一次换发身份证，并不是身份证掉了，不是身份证掉了，对，就是一段关系开始又结束。对，多次这样体验，对，多次体验，那应该是令人很羡慕的一件事情啊。对啊，你知道根据我们的数字统计，就是在台湾大概男生女生的比例大概是6:4。那你再把一些同性的扣除完之后，其实一个男生正常能跟一个女生配在一起的几率其实是0点多。以这种状况之下，你还有多次可以进进出出，这样是蛮厉害的了。对，我就在收集人生的徽章啊。想必阿勇有什么过人之处啊？叫你一声大哥哥，我也不过就19公分而已。到底是怎么办到的？其实应该是怎么讲？当然，就说每一段的经历哈，都一定有一个开始的机缘，那有一个结束的原因嘛。我个人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其实因为我自己对完整家庭的一个渴望是高的。在我们心目中，传统的完整家庭就是有一个老婆、有小孩、有一个自己的家。那你人生的目标可能就是为了这个家，你为了让小孩、为了让太太有好的生活，所以你会组成一个家庭。我从来都一直认为说，这样子的人生应该是比较完整的一个人生，所以我对婚姻这件事情就会是很憧憬的。所以在从很年轻的时候，现在年纪也有了，一直这样的憧憬都存在。人家说为什么不会破灭？因为你没有实现过，你没有真正实现过那一个憧憬，所以还没有破灭的本钱啊！高妹，这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啊。所以你的意思是你现在还在婚姻这条路上奋斗，其实是为了完成当初的那一个画面。对，我就是想要那个画面。也许那个画面真的完成了之后，搞不好其实一点都不美好，因为你身边太多的朋友会告诉你啊，我多羡慕你，我多羡慕你自由自在等等之类的。换个角度是，你也很羡慕他们天伦之乐的时候，你也羡慕他带着小孩、带着自己的孩子在公园里面玩，撇除小孩子发飙闹脾气很不爽的时候，大部分的事情应该都是美好的，那个憧憬一直都存在着。那随着年龄的成长，你会一直感叹，或者说一直后悔说为什么他没有办法实现。所以每一次你遇到了一个可能你觉得可以成为你下一次成功机会的人的时候，你就会特别的执着，你就会想要去投入这段关系，你就会在里面想尽任何的办法去维持。可是老天爷可能一直在跟我开玩笑，也许他跟我
说你不适合这条路，可是我还是一直不断的在努力着。那阿 Q， 我可以稍微问一下吗？就是比如说什么契机点会让你对婚姻这个有这样子的画面？其实应该是说从小吧，从小就是家庭的形态就是很传统的，爸爸在外面工作，妈妈在家里照顾小孩。那我母亲把我们照顾得很好，在我的小时候的印象就是一直觉得完整的家庭或是我未来的婚姻生活就是这个样子。我也不曾想过说是要多么的多彩多姿，我只是觉得要很平凡，工作跟家庭是可以达到平衡就好了。我没有什么太大远大的志向，我只想要做到这样。所以就是在很年轻的时候，我那时候遇到了一个对象，那这个对象也是第一段经历嘛，是一个很奇妙的机缘，就是那个女生是在一个场合碰到了之后呢，当然那时候年少轻狂意气风发嘛，自然就想要去跟她聊个天，搭讪一下，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看到正妹一定会想要去留个什么资讯嘛。在那个年代是还没有所谓的 LINE 的年代，直接就交换手机了。一直以来我喜欢或是会吸引到我的女生的型都蛮类似的，身高可能一定的高度，因为我自己也不矮嘛，可能就是瘦瘦的长头发这样，所谓的长发大波浪，3个条件你们都知道嘛，对不对？长头发、大波跟浪 ，OK。OK 好，第一段婚姻里面遇到的那个真的是我心目中女神级的了，她真的长得很漂亮，就一阵搭讪之后也留下联络方式，后来呢大概隔了1个礼拜就有约她出来，然后那一天就是去昂劳得看夜景，然后大家一路上就聊嘛，聊，就情绪正在酝酿中。后来我们开到昂劳得那边，在土地公的见证下，他就说：“你敢不敢亲我？”就这样子问了这句话。那林北怎么会不敢，对不对？土地公在后面罩着啊，对不对？亲下去了，就这样，然后就开始交往。交往的过程中，跟一般的恋人一样嘛，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随着交往，就跟他越来越深入了，因为他父亲很早就过世了，他又是大姐，所以他妈妈跟他一个弟弟。那时候我是男生进去，所以在他家里面有一定程度的，等于是有可以照顾他们家人的那样子的一个角色，就是这样子。大概交往了2年的时间，那我们那时候就决定要走入婚姻。在那个当下，其实一切都是很美好的，就迈入你原本心中的对，而且那时候还很年轻。那个整个结婚的过程，我其实有时候回想起来，都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过程，就是家人的祝福，朋友的祝福。虽然那时候没有什么钱，也还没有自己的房子，可是生活过得也都还算是感情是很好的。在当下也有在想说，是不是要有小孩子的一个打算。可是呢，这个状况在一个他的工作转换中产生了一些变化。有一个问题就是结婚跟婚姻3观到底重不重要？3观会不会真的是决定一个婚姻能不能走下去的关键？对吧？包含是你的这个各种层面，你的经济的还有你的价值观是不是都能够 match？ 我觉得在经济层面吧，我们不是什么富二代小孩，我们就是平凡家庭，这个一点一滴都要靠自己的努力。我们就是上班族嘛，偶尔有点小投资这样。但是原来如果2个人都是这样，没什么问题。可是我当一个人跳脱了，他到了另外一个环境，在我们都还很年轻的时候，到另外一个环境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世界，或者说他看到了很多有钱人或等等之类的一些方式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会变，有些人可能不会变，有些人可能再回头看就发现到，哇，现在这生活怎么是这样，怎么只是这样？这个感情在那个当下就开始有一些变质了。你看到了光鲜亮丽，你看到了上流社会，有些人会改变，有些人不会。我还是很守本分，在我的工作上去努力，想办法加薪，想办法拿更多的奖金，想办法能升职，让生活能够好一点。那房价也不像现在这么高，对不对？那时候其实很努力，是买得起房子的。可是另外一半已经不是这样了，所以他开始慢慢远离了我们原来的生活轨道。他对你要求什么事情吗？比如说他会开始去讲一些在工作上，因为他那时候可能做的是比较属于类似像那种私人银行的工作，他有外形嘛，他是很讨喜的。他在做私人银行工作，他接触的都是那些所谓的高端人士。上流人士、有钱的人带给他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改变或冲击，或者是世界上是不一样的。变成说他开始会去对现在的生活现状感到不满，感到有落差。也就是说他可能在外面吃了一顿很好的，或者在了一个招待所，回来之后发现只是一个小房子，那种落差感出来了嘛。大家都还年轻，其实心智上是都不成熟的，所以事实上他没有办法了解说为什么我要接受现在这个点，为什么我不去找那样的机会。他会觉得我还年轻，我为什么不趁我这时候还有本钱的时候？对，没错。就是他没有要求说多赚钱，然后什么样子。这个要求一定会要求，可是你也知道，我们就是上班族，不是领死薪水啊。对啊，我们就是薪水，除非你投资办法，或是你什么样，你换个工作之类的。我个人的个性又是属于比较谨慎、比较保守、传统一点的个性，所以我就是觉得我要在我的轨道上去走这个人生，我没有想要去跳脱，或者说做什么很大的尝试。所以这样子2个人的观念就开始渐行渐远了。后来慢慢的，你就会产生很多的
争吵，开始针对很多地方就开始有争吵了。他不愿意到小面摊吃面，我们吃个美而美，他可能觉得这个不 OK。阿勇，那我比较好奇问，就是说他有对你一些新的期许在吗？那你那个时候面对这个期许的时候，你的心情跟心态是什么？就是或者是你有做什么样的妥协，或者是做哪些的改变吗？其实他对我的要求应该是说，绝大多数是在质上的东西，就是条件，不是心态，不是观念，是条件。但是这个条件是你没有办法在短时间立即去改变的。比如说，他可能要求说，那你要不要一起来跟我做这个东西，这个私人银行这样的业务？其实就我的观察是，他在这个私人业务里面，他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赚到很多钱，因为毕竟私人银行这是一个在当年啦，可能那时候已经是2000几年的事情，那时候私人银行这个不是那么的兴盛，台湾也还没有很接受这样的一个观念，所谓的什么私人管家等等的，所以他又是一个新人，没有人会把身家或是钱财拿给你去管理的，是他并没有赚到钱。对我来讲，我更不可能在这个时候跳进去，我的选择是我不可能跟你跳进去一起做。如果你这个工作没赚钱，代表我一定得要赚钱，那这个家才能 work 嘛。那你有跟他沟通这个？沟通啊，可是在这样的前提底下，他会觉得你不够勇敢，他认为你跳不出你的舒适圈，而不是你的留守是为了这个家庭而努力。可是其实我看来的话，其实你在做风险管理啊。对啊，我必须做风险分散，没错。他不是在做投资的吗？为什么会不知道这一块？这不就是风险分散？对，就是说，其实你做任何事情，你都会考量机会成本。在那个当下，如果说我从这边离开到这边，我能不能维持现在这样的一个收入？所以在那个当下，我没有办法做那样的选择。但我也跟他沟通过这样的一个观念跟想法，他似乎认为说，那就是你的问题，就是你不愿意离开你的舒适圈，不愿意做新的尝试。当他已经开始想冒险了，你却选择留在原地，他会认为这个关系是完全不对等。那其实他对我的很多的要求，其实到后面都变成压力了。你没办法去消化这些内容，你把它当成压力。他只是把他想要生活上的东西转嫁到你身上，要你去完成它而已。没错，没错，没错。啊，他说为什么他不能去吃馆子？为什么不能买名牌？为什么就是那种曾经我们以为是很俗气的东西嘛。对。但是他的要求你达不到。他会要求你陪伴他吗？还是说其实只是很基本的要求，就是你把这些东西达成了就可以了？当然是全部都要啊，小孩才做选择，对不对？你没有办法在一个关系里面做出取舍嘛。就像我做了取舍，我觉得我要在稳定的轨道上，那他做了取舍，他不要稳定的轨道，他要冒险。到后来就是在这样的观念底下产生了很多的冲突嘛。那时候年轻嘛，那你就会觉得说不能相处就算了，于是就这样子也很痛苦啊，是很痛苦的。对啊，你会想到你们曾经有那么一段很快乐的时光，就是两个人是同心的，互相扶持，然后你对未来是有希望的，可是却在那么一个瞬间的转折，两个人就突然走不同的路了，完全没有办法去阻止或改变。在那个当下决定的就是 power， 就是钱，所以你改变不了这个事实，所以你其实是会觉得很无能为力，但是你又不得不面对这件事情的发生。他就告诉你说，那既然大家现在想法不一样，那就趁年轻去追寻更适合自己的彼此。这是他提出来的。他提出来了。那时候很难过吗？虽然记忆蛮模糊，但是我是难过的，就是我觉得是一个会经历一段有点生不如死的感觉，仿佛回到当初第一次谈恋爱失恋的感觉，很像这种感觉，就是你的人生目标突然间就消失了，一瞬间你不晓得你要为什么在努力。第一段感觉就是现在当然记忆力已经很模糊了啦，因为有更难过的取代了。对，但是就是那个其实是蛮刻骨铭心的啦。那个时候就结束了这一段婚姻，这婚姻大概也3年的时间。那其实蛮久的。其实是蛮久的。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2012年转变到离婚，这个过程很久吗？其实大概差不多1年以内。其实我觉得以1年的这个时间，某种程度来说也是好事啊。是啊，对啊，就是长痛不如短痛嘛。一定是会难过，但是你现在回到这个时刻去想这件事情，其实它也是一个好的一个结果在。是。那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什么体悟吗？这个我最深刻的一个体悟就是投胎蛮重要的。没有啊，这开玩笑。就是我曾经很多年以后，我有在想，假设再回到那个当下，我会怎么做？其实我觉得我不会做改变。我觉得这个当然最后可能要探讨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要找一个是爱你多的，还是你爱他多的，或者是你够不够爱自己？你需不需要去为了对方而改变你自己？就是这个，其实我觉得这几段的关系的一个演进里面，你会慢慢对这些问题的想法或思考会更清楚。但是如果要我回到当下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不会去配合，也许这个关系还是终究会结束，那就代表我跟这
这个人其实真的就是缘分就只到这，或者是我们就是没办法走下去。听完刚刚阿强分享的这些故事，其实第一个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对于婚姻的画面都来自于小时候看到的东西。我们家比较特别，是因为我从国小开始，其实我妈都一直跟我讲不要结婚，不要生小孩，因为我妈说她很后悔。结婚没有不后悔的。你要想，对一个国小学生来讲，他是懵懵懂懂，其实殊不知我们就一直从小就被输入这样子的暗号，已经深植在心目中。那当然，其实我觉得我妈她有一套她的理论跟讲法。当然，我妈在外商公司上班嘛，她第一个也看到了以前的人讲的是养儿防老，未来真的还有养儿防老嘛？所以对我妈来说，她常跟我们讲，反正我不需要你们养，你们以后就是能好好照顾你们自己，就好好照顾自己。为什么我妈会跟我们讲说叫我们不要结婚，不要生小孩？原因很简单，我妈说，第一个是根据配偶的关系，因为我妈已经走过一次了，所以我妈会跟我讲，有时候配偶在转换或者是思考在变的时候，你根本就掌握不住的。他今天想什么跟明天想什么，你根本不可能知道。可能我觉得我妈应该也有经历过，就是我爸当初结婚前跟结婚后的那个鬼样子。再来一个是他想要得到解脱的。我妈常跟我们说，我不想养你们养到这么大之后，接下来还要帮你养孙子。对，他觉得他老了，他就要自己去玩了，他不可能再帮你带小孩。你真的要结婚，你真的要生小孩，麻烦自己打理，不要再把他拉回家成为他的负担。走入婚姻这件事情，其实你从小被埋入这样的观念之后，可能对我来讲，婚姻是个责任，并不是爱到某个程度。其实跟我女朋友交往了10几年之后才结婚，为什么会结婚？其实最后就是一个责任的。我也蛮落实我妈当初跟我讲的，基本上我就不生小孩了。我还是比较想追寻自我，自己还是要自己的时间，自己要有自己的空间。这个是我觉得就是从小当中某个程度，就像阿勇，你可能小时候看到家庭和乐，然后爸爸妈妈跟小孩，所以你就会对一个婚姻有一个既定的一个想象跟画面。然后可能就是来自于我妈从小跟我讲完之后，你就觉得好像结婚很可怕，结婚怎么莫买啊？对啊，你刚刚讲的一个东西蛮有趣，是风险管理。我曾经有个朋友发生过一模一样的事情，她男朋友想去国外发展，女朋友想跟着他去，然后他那时候就跟他讲不要，他说有点像你刚刚的理论，就是我们两个现在一起去风险太高了。他就说你先在台湾，我先去那边发展看看。如果可以的话，你再一起来。他女朋友就傻傻的就想说，好啊，那就让他去啊。结果去完之后得到的消息就是分手了。这跟我们上一集剧情，这跟我们上一集剧情很像。他发展起来之后就分手了。对啊，外国奶比较大。那小欧嘞？小欧，你小时候的择偶对象需要什么条件吗？就好像男生都很肤浅，从小都看这个哦。我跟你认真讲，我小时候的条件真的很简单，就是大。印象有其中一个女朋友是这样认识，就有一次我去当兵的学长的生日，当兵嘛就玩得很疯，喝得很疯，他就拿3个公杯出来，然后倒满8嘎，他就说：“来，你是我学弟，你是我最敬爱的学弟，把它喝掉。”我旁边这个女生就认识你，我说好，为了要追你，我就把它喝掉。干，我就真他妈把它灌完。想当然，灌完怎么可能没事？当然有事，一定是狂醉狂吐这样子。然后后来那女生，她后来也主动跟我联络，那当然也就是1个礼拜没多久，我们就在一起。然后为什么会想要追她？因为她就是大。回到刚刚讲的是说我择偶的条件，我其实一直觉得我的择偶条件一直在换。大多数的人，你问他的另外一半样貌条件有没有变过？你会发觉大多数的人都差不多。我不太一样，就是什么环肥燕瘦，长得老的，长得年轻的。全部都有。我先讲为什么我会这样做，是因为说我小时候看过一本书，它叫《搭讪地狱百人斩》。那一本书的作者叫郑匡宇吧，我记得。我觉得是这样，第一个我没有像你们2个这么高，帅气度也没有这么的帅，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如果说我要追女生怎么办呢？那我就看到那个作者长得真的很普通，但是呢，他有 po 几张照片，是他每个女朋友长得都他妈的正。我想说，汲取别人成功的经验总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嘛，对不对？我就看了那本书，它其实里面我就讲结论，你要尝试的去搭讪别人，搭讪别人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去被拒绝。你一开始被拒绝1次，你会觉得好像很丢脸，还不敢去第2次。当你被拒绝10次时，你就觉得好像没什么。妈的，这明明就是妈的业务圣经吧，对吧？然后等到你被拒绝100次的时候，我操，你的脸皮跟墙一样厚了。被拒绝后没关系，我可以再找下一个啊，我不会有再在意啦。那个时候我就
体悟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男人要什么？男人要的是有自信，帅不帅、高不高不重要。反正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其实并没有这么的在感情上，我觉得我没有那么难过，分手就分了。现在聊到这边，其实我有一个东西，其实是非常根深蒂固，是没有人跟我说过的。我觉得我们在还没出社会前交女朋友，基本上都是外貌协会。可是我发现我后来出了社会之后啊，交不交往，其实我有一个很重要的评判点是，你有没有工作，你有没有办法自食其力。因为我们可能从小看就是妈妈能力很强，以我们家的话，其实我妈妈的薪水其实是比我爸高的。你也很难想象，就是我们家出门基本上都是我妈在开车，并不是我爸在开车，所以我爸永远都是被载的那一个。你从小这样子看的影响之下，你就觉得，如果另外一半像我妈这样子，好像还蛮舒服的。我还记得，其实我跟我很多朋友以前都会聊天啊，我后来发现啊，包含我看我很多朋友结完婚之后，基本上蛮多人都叫老婆不要工作的，他不希望他去外面抛头露脸。可是这个东西其实对我来讲，我会觉得看你疯了。就是如果在我来看的话，我的择偶条件是第一个是他有没有办法工作，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一定会讲，就是我不可能养在一起啊，或者是结完婚之后养你这件事情，因为你不是舔狗啊，我只会撒狗粮而已。来，我认为大多数的人，包含男女都一样，就是说他们都会希望另外一半改变。身边有很多朋友，身边的另外一半就跟他说：“我希望你改变一些事情，比如说你要不要喝酒，要不要抽烟，要不要赚大钱什么之类，反正就是他会要求你做一些改变在。这个是多数的人会做的一件事情。你们两个会做这件事情吗？我原则上是不太会做啦，因为我从以前其实有一个我不太能够明白，当初你会喜欢他，另外一半爱你，不就是因为你就是那个样子吗？你就是那样子的个性，所以你才会吸引到他嘛。可是为什么很多人就是往往只要一交往开始无上纲，你要做些什么，你要为我改变些什么？我打一个问号，当他真的改变成你要的样子的时候，那真的是他要的吗？所以我也看过蛮多，就是平常改到最后，另外一半也是跑掉了。我反倒觉得，如果你不能接受我现在的样子，其实我会觉得我跟当初我也没有变啊。可是为什么我在一起之后，我必须去改变我原本的生活习惯或者是生活形态去符合你？一旦你要求我，我也来要求你，甚至两个人越生活，其实就只会越来越痛苦而已嘛。我觉得这个观点会要求对方改变，大多数的点是来自于你没有安全感，这个逻辑是这样子。你为什么要让对方变？其实某种程度就是觉得说担心对方离开。你要求对方越多，某种程度也是显得你很没有自信。那些所谓的为你好，其实最后都是为我自己好。我先讲，阿强其实是一个交友圈很广阔的一个人。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的那个每一天的那个活动的时间是以小时为单位，不是以次一天来做单位，他就有点像是公台的概念。结束到了要转台了。他就可能只会陪你在1个小时，他说：“拍手来，我下面还有一个活动，我要离开了。”对不对？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家伙好厉害，就是很强。我还弄得跟交际花一样，没有啦。那个单身的时候，你本来就有大把时间，那你就是就像刚刚 King 讲的嘛，想办法把母体扩大。你多认识一些人，你自然就有机会在里面找到可能是适合你的或你想要的。我这边可以分享另外一个，是我那一天跟一个比较年长的朋友聊天得到的一个启发。现在有一个那个交友软体叫什么名字？听的啊，就是类似像这一种，反正他就是可以筛选条件啊，然后去配对啊。因为他已离婚了，然后可是他从来在感情生活这一件事情上，他从来就是多才多姿。我就问他说：“你就是一个老人啊，你怎么一天到晚到底怎么认识这些妹子？”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兄弟啊，就是有时候我们人要放开心胸，你把条件转换一下。”他说：“像你们这种找都想找35岁以下的，封顶好像也是40岁还是45岁，择偶条件就是到这边。”他说：“你就选最高以上那一群。”基本上，哇，靠背。他说那个池子大的。哇！我那时候突然打开我另外一个世界来了。干，你觉得这个好屌啊？他说那个完全没有竞争对手啊，那边原来是一片蓝海。对啊，片蓝海啊。而且那边应该都有你说的有工作能力，不用自己付钱，不用 AA 制。那阿强呢？阿强就是经历过第一次的婚姻完之后，你花多久时间走出来？第一次的婚姻过后，其实难过的时间其实没有很久，可能3-4个月吧。3-4个月我就觉得自己应该要整装待发，重新再出发，也就没有难过太长的时间。那后来就刚好有一个朋友介绍一个女生给我，这个女生各方面的条件都符合你的需求啊，就是长发大波浪，又是长发大波浪，对，然后她也是这个男人有幻想的这个职业反正也是服务业，我们就不方便透露了。当弦外之音，他说空姐那个我不
正面承认了，反正 anyway。就是这样哈，那第一次的接触哈，人在新加坡，我们就用 Facebook 的 message 聊天，就说啊，那等回来之后，我们就约出来吃个东西。约出来吃东西之后嘞，就感觉还不错，因为你知道吗？就是又高挑，然后那个长相也不错，对吧？全部都过关了，对不对？他也是早年父亲就过世，所以他就是跟他妈妈相依为命。那后来他母亲就是后来也改嫁，那变成说他妈妈挂姓就是他了，所以就一直催着他结婚。那时候刚跟他交往，可能才2-3个月吧。有一次我就是刚好下班去他家。我们会一起煮晚餐吃，妈妈那天刚好也在。其实我第2段我是被他妈妈求婚的，他妈妈说请你嫁给我，靠北啊，不是啦。他妈妈就问我说：“你有没有要娶我女儿？”然后我就说：“有啊，有啊，有啊。”他说：“什么时候？”我就说：“那个过年前。”那个时候我记得是9月。哦，那很快呢。我以为是后年的过年，没有，是明年的过年。那个时候从9月就这样讲定了。在那个相处的过程，其实他是一个很贤惠的，他也是蛮渴望婚姻的，就跟我很类似。自然而然就接下来后面的过程，我那时候才跟他交往，可能只有3-4个月而已。啊，这么短，所以我们就交往差4个多月就决定要迈入婚姻。那如果说职业我猜的没有错的话，你们这样应该也是聚少离多吧？对。但是就是因为这样聚少离多，其实这段关系会增添一种美感，你知道小别胜新婚。对，没有朝夕相处的关系，有的时候它往往会更持久。所以后来其实也就结婚了，反正就是过着婚姻的生活。加上因为他是这个工作的关系，常常就不在嘛。我在那个时候，其实我的人生价值观一直就是家庭是要共同经营。所以从前一段的婚姻到这一段，我的那个观念是家庭是要共同经营的。其实，在婚前我也跟他讨论过，说，你觉得一个家庭的运作应该是要用什么方式去运作？那我说我有一个想法，我们可以家里面可以成立一个基金，那我们就放钱到这个里面，那这个就是去指引我们家用全部的东西。那有多少钱就存下来，可以做旅游，可以做未来小孩的教育基金，就是存钱规划。对，那个时候他可能我们赚的钱可能我稍微多一些，但我跟他说没关系，这个pool就是我每个月我出70%，你出30%，就这样一个基金这样子。那一个月大概就有个6-7万、7-8万的家用钱，所有支出就往这边付。好，一开始他也同意了，就是也是很奇怪，这样子的方式运作了一段时间之后，突然他跟我讲，他说：“我去问了我其他的姐妹，他说他们都不用付家用，那为什么我要付？”他突然问我这个问题，我说：“那是因为我们家的人不一样啊，这个东西有什么问题呢？就是每个家庭都是不一样的嘛。”他就说：“可是我这样每个月这样压力很大，我钱不够用。”我说：“那你一个月薪水大概赚多少钱？我帮你算一下。你扣掉家用，扣掉你的家用，扣掉你必要的开支，你剩多少钱？那这些钱呢？如果再出国外怎么样？你把它算完。我说你不可能缺钱啊。可是殊不知这样的一个过程，在未来埋下一个种，就是他认为你是一个斤斤计较的人，他认为你跟他算得很清楚。这个观念在他心里面已经产生了之后，那时候我就说那不然这样好了啦，你觉得30% 太多，那不然你20% 就好。我就说那你就付少一点。这个斤斤计较跟很会计算这个事情就更坐实了，你知道吗？你就是从30变20，他面有难色，他可能就是强迫自己去接受这样的事情。过了半年之后，又再次发生了，他又在跟我讲一样的事情。在那时候，其实我很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心态。他也不是年轻的妹了，所以他已经看过移花了，对不对？理论上，如果他会移花，早就移花了，而不是现在才移花嘛。那时候就是为了这事情一直在争执。我每个月都有记账，那我就说我每个月盈余有多少？那因为我们都常常出去玩，然后可以存多少钱，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的。你可以完全不用担心啊，你也不用担心我会把钱拿去乱花或者怎样。我就说不然把钱存到你名下，不要存到我这嘛。我就说不然这铺给你管，他也不要。他就是觉得为什么他要付这个家用？他觉得他每个月要固定拿钱这件事情，他很不能接受。我的钱是我的钱。我如果说要买家用，要买什么？你的钱是我的钱，我的钱还是我的钱。对，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后来就说，那没关系，好，那如果你既然有这么concern，那从今天开始你不用再付1毛钱，我已经做出最大的让步，我说这个家就是我来 handle。即便是这样，这个观念在他的心里面根深蒂固，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是，其实为了这几件事情吵了之后，其实我自己对这段关系开始产生一种失望的情绪。经历第一段之后，在第二段我会觉得说，怎么会又这样？到底是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了。后来他其实为了想要维系这段关系，他是想要问我说要不要生孩子。你知道我那个时候的想法就是觉得说，我跟你3观就不合，我怎么跟你生孩子？就是我生了孩子出来，又为了这些事情吵架，又老子要养了。对啊，对，就是你会觉得说，你生了小孩只是为了维系婚姻的
一个连结，那其实很悲哀。我就没有这样子的动力，所以到后面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相敬如宾的关系，这个关系就淡掉，也是他提出的。那当然一开始我很不愿意，因为其实我心里面对这段关系是很挣扎的，因为我其实知道可能不行，但我放不掉。第一段关系是我很快放掉，第二个关系是我放不掉。你可能真的很喜欢这个人，另外一个就是你会被一种世俗的观点束缚了，你会觉得你离婚是一件十恶不赦的事情，就你人生上有一个很大的污点，已经污点过一次，已经有一次污点了，还要再一次的话，那我自己都不能接受了嘛。对，所以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即使你知道这段关系已经走入一个冰点，在冷冻库里面，面子撑着。面子撑着，死撑活撑，直到他最后在这个有一天我上班的时候，他突然传了讯息给我，他说我东西都已经整理好了，就是我会搬出去，我们再找个时间签字。我都打电话他都不接，我那天就请假赶快冲回家，发现家里真的很多东西都被收走了。当下我就觉得很错愕，我想说有需要这样子吗？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会让你这么的义无反顾的离开？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因为生活还是要继续嘛，所以那天难过之后我也联络不到他，于是我就写了一些文字给他，因为他东西没有收完，不能讲低声下气，是想要挽回这段关系的，但显然他也是做了决定，心意已决，他心意已决，他就说已经认识新的人了。这个就对，在后面的内容里面，其实是发现他当时是有的状况产生。我后来发现，一个女生只要心意已决，通常不是她下了多大的决心，而是另外一半，而是已经有另外一个出现了。所以后来我也才知道说，为什么他会如此坚决到一个我没办法做任何挽回的动作。从他搬出去到最后我们签字，大概是18天的时间。大概跟18升的啤酒是差不多的，蛮新鲜的。就18升，对，18天我们就签字。我永远都记得是2015年3月20号，我还记得那天签完字之后，我的人生大概空白了4个小时左右，我完全不晓得签完之后的4个小时我做了什么。我后来有感觉的时候，是我坐在一家星巴克里面，然后一看，6点了。那3、4个小时是没有什么记忆的，就是觉得好像不见了。然后从那天开始之后，我就是不知道有一种莫名的难过席卷着我就对了，我一直被这个莫名的难过包围着，所以那时候工作啊什么都整个就是行尸走肉。但幸好那时候我遇到一个贵人，就是我当时的主管，他找我进去。那当然你也知道，讲到这就哭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了嘛。他说没有关系，老天爷在这边给了你一个死巷子，他一定在另外一边帮你开一条路。听起来很好笑，对不对？但是真的，他就说你需要多少的时间荒废，你跟我说，你只要准备好了，你再跟我讲。于是我大概糜烂了3个月，就是每天行尸走肉，上班下班，机械化的在做这些工作而已。从这3个月之后，我就开始很努力的工作，就是把所有的心力都投入到工作上面，然后也在那个时候去念了 EMBA， 这是我人生的另外一个转折啦。认真工作之后，当然你可能职位有提升，然后你的收入也增加了嘛，又去念了 EMBA， 在那段期间里面，你的自信又回来了，慢慢的你也很快的就走出那个情商的那个情境了，这是我1回生2回熟嘛，对不对？所以有1就有2，对，因为你 cover 的时间越来越短了对，因为代表你的心智越来越强了，成熟越强壮，成熟，对，懂得解读这个问题我当然后面就开始交一些女朋友当然我们也用过这什么交友软体啊什么等等之类的，对不对？就认识很多人，我们也不是什么很避俗的人，也是蛮好聊的嘛，还能讲一些干话，交朋友也还蛮顺利的。那 EMBA 当然生活就多彩多姿啊，这个有很多的活动啊，然后认识了更多的朋友啊，也是在那时候认识了小欧同学对，大家就一起度过很多开心的岁月，一起读书，一起喝酒，一起唱歌，一起玩，什么都有。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想过说可能你也去找一个心仪的女生对象之类的吗？完全没有，可能我自己的个性也比较传统吧，就是我会认为就是你就是要忠于你的家庭，忠于你的另一半，就像第2段，其实有很多的时间是可以 cheat， 可是我完全没有兴趣，也没有心思去做这些事情。我下班就回家，这个晚点就视讯跟他聊聊天，就这样，我可以很 enjoy 一个人待在家里面的感觉。所以其实，在那段关系里面是很轻松、很舒服的，就是你有一个人独处，你也有2个人的甜蜜，那是一个很 balance 的状态。其实对第2段他的记忆深刻是，它是一个我喜欢的婚姻状态，相处起来比较舒服，比较简单舒服一点的。就是他如果回来的话，他会下厨煮东西，然后一起吃，然后有时候我们就会一起出去玩。那时候还蛮常出国去玩的，觉得那时候的生活是很开心的。可是最后还是因为了那样子的因素，最后没办法继续走下去。所以在第2段之后，其实我会觉得那时候觉得蛮失望的，觉得说为什么怪老天，对不对？就说老天爷为什么给我这样的考验，又要面临一次失去的痛苦。但是后来因为我觉得自己心态也需要转换了，把时间放在工作上面，然后放在念书上面，所以慢慢的也就走出来了。所以你是在婚姻的过程当中，你其实是会去
断开，或者是去拒绝那些不管是诱惑也好，或者是单纯的友情的这种异性的关系吗？对，基本上我能够避免，我一定是全力去避免。这当然有时候会讲到说男女之间是不是有纯友谊？其实我相信在工作的这个范围里面，友谊这件事情到底定义纯的定义是什么？就是没有非分之想叫纯吗？那我相信一定有。我们又不是种马种狗，对不对？我们从小就是下面一直在种。对，所以你其实不可能，你在工作场合里面，你会有一定程度的道德绑架自己，不可能去做这样的事情。就我而言啦，即使是在婚姻很失意或是很低潮的时候，我也没有想要去找异性倾吐心中的痛苦，我是选择自己把它承受下来。所以我的一些好的朋友或是兄弟们，等到事情发生了，他们才会说啊，怎么会这样？而是我在中间从来都不曾跟他们去讲过我现在遇到什么状况，因为也是碍于面子，对，没错，好像粉饰太平，一切都没事，对，假装没事，对，也许早一点讲出来，也许可能结果会不一样，也许小孩生了，搞不好现在今天不会是这样的结果，太多的也许，但是都没办法做改变了，因为选择就是这样发生了，当然就是过好自己的生活嘛。我觉得也许我第一段跟第二段婚姻里面都还不是我人生的完全体，我那时候还是不成熟的。他刚刚讲说他跟他的另外一半后来结婚之后不是做了一个共同基金这件事情嘛，其实这一段我们想要附和的，这也是我在某一次关系结束之后我的反省，也是跟金钱有关系的东西。那我后来怎么去避免这一件事情，就是用你刚刚讲一模一样的方式。我在交往的过程的时候，我怎么确认我们三观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一起成立共同基金。你可以在交往的过程就可以知道我们彼此在用钱的观念，其实你就可以很提早的知道，我们不用等到婚姻那一刻，而是你在开始就知道说，我们又花了这个钱是不是甘愿的？你就很容易看到对方的那个什么猫腻，就他对这件事情他的用钱的观念、用钱的想法。那我个性就这样子，只要这个人当我觉得不太 OK 的话，没有别条路，就是分手。我蛮奉劝给镜头前的观众们，就是说，如果说你想要你的另外一半不想要结婚的那一刻才发现说可能彼此不适合，才迈向所谓离婚的这一条路，其实这个方法是确实有效的帮助你在结婚前就会知道三观是不是一致。不是男生没有钱哦，男生很有钱也一样的，都一样。你不要以为男生很有钱，他就愿意把钱全部掏出来付在你身上了。我们一开始在聊的话题一样，就是说，我认为其实你就把你自己顾好。这边讲一个东西，就是我以前交过一个女朋友，她是每天晚上要出去玩的那一种，上夜店去玩、去跳舞啊，可能也年轻。我的个性是这样，你要去你就去。以前也没有像现在有什么视讯没有啊，以前可能就是抠机啊、BB 扣，所以讲真的也很难掌握对方的行踪。可是我那时候中立就那几个舞厅而已嘛，所以有一次呢，我真的快受不了啊。可是我是这样子，我受不了，我绝对不会跟你吵架。有一次他们就去，那一天我朋友就跟我讲啊，他知道他们去哪里。那我们那一天我就跟我朋友2个人，我们就找10几个女生一样去同一个地方。那我就假装我不知道他人在那个地方，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就是刻意装玩的超疯到在那个桌上跳舞那一种，他可能早就看到了，一直到就是玩太嗨的时候，他最后受不了，他过来把我从那个桌子上拉下来，当场撒我2巴掌。我靠！哇塞！我心里想，妈的，你每天这样子，我都不能说什么了。我只不过让你看一次，我们也不是不能玩，就生气了呢。所以我觉得我们太多常常觉得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可是你这个应该好像我可以不用，我好像没有在这一个规范内。比如你刚刚讲的，比如说好像这个共同基金好像都是得我照顾你。有时候我也常蛮想问，就是那要不要颠倒过来换你看看？我相信他也不要的啊。为什么你不要？那我得要。这是我觉得在2个人的关系上，我也蛮无解，就是这个东西到底怎么解？可是很常听到有这样子的例子来的。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的 DNA 跟人家不一样，我们某种程度是接受一种对等的关系，某种程度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平权。我们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会常常就是人家会觉得说，哎，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之前跟我一个朋友聊天，才听说他因为他女朋友觉得他不帮他付房租，然后要跟他分手。我蛮想问一下，就是那假设回来，今天你男朋友叫你帮他付房租，你要吗？他这时候他就会讲说，那你是男生呢，你是男生呢。可是通常在职场上，他就说男女平权啊。对，就是平常的时候我说我们平权，然后结果呢，在金钱
配上面的时候，就你说是男生啊，你是男你应生呢，该啊。不要期待着别人帮你做任何事情。对，因为别人帮你做任何事情都是别人甘愿的，不是你应得的。其实从第2段之后，难过时间过去之后，就当然恢复正常了嘛，跟以前一样，会去认识啊，然后大家用念 EMBA， 生活就很丰富嘛。其实没有再有婚姻的想法了，当时开始慢慢懂得，就是要找适合自己的人，就会进到一个就是我觉得如果跟你不适合，我就分手啊，不浪费时间。所以在那时候，就交了好几个女朋友，不断的尝试嘛，对不对？在收集12星座的感觉，但没那么夸张啊，就是后面就当然有的时候缘分也就是很奇怪，就是会遇到一些你生命中可能你本来不会遇到的人，但是遇到了之后呢，你会跟他发展一些深入的关系，你原来不想要走入的关系，你又有这样的一个动力去走进这个关系了。但我只能说，在这段关系里面，我体悟到了一个东西，就是改变。如果你无条件为了对方改变你自己，最后到底能不能换来你想要的结果，在我的人生经验上看起来是不能。就是无论你做了多少的改变，最后终究你如果不能做你自己，这段关系是不能持续下去的。比较好奇是阿强是有遇到什么问题？一开始小欧有讲嘛，就是如果你遇到了一个安全感极低、掌控欲极强的另一半，这个东西背后彰显的是一个不自信，所以他会用掌控跟情勒的概念去绑住你。我的个性就是一个我喜欢交朋友，但我知道分寸在哪，可是我的分寸跟他的分寸是不一样的标准的时候，他用他的标准套在你身上的时候，那你的分寸一切都变成是他的犯罪行为，那这个时候就问题就很大了。一开始就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中间经历了很多的争吵，他会用一些情勒的方式去告诉你说别人都说你怎样，别人都说你很渣，那你会好奇别人是谁啊？像我可能以为是小欧，对，就小欧他当然说他没有，他说我把你当兄弟，我不可能，因为你不是这样的人。就像一开始我常常说，如果你被人家认为是渣男，那如果你真的渣，那也就算了，对不对？问题是你连渣都没渣，然后就被认为是渣男，你不觉得很衰吗？问题你都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的时候，然后还大家都认为你的另一半对，给你一个帽子扣在那边，然后让你因为这个帽子动辄得咎，啥都不敢做，甚至可能影响到你的工作，甚至影响到你的生活的时候，那你会觉得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不值得的。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交往的过程，有的朋友问我说你为什么交往之前没看到？问题是交往之前不会有这么明显，你会有女生吃点小醋生点气，那是因为他爱你嘛，他重视你嘛，所以你反而觉得很甜蜜。但事实上，当这个东西变成无限上纲到是他一切的原则，而你不能有任何的抗辩的时候，那这个就完全不是幸福的感觉，而是一种被压抑的感觉。就是你完全压抑你自己原来该有的个性跟生活的方式，为了符合他的期待，为了符合他的期待。当然，我相信一个结婚的人一定很清楚，家庭是很重要的。那你也投注了完全的心力在家庭里面，然后你又断绝了自己一切原来的生活方式，可是你在这里面你完全得不到快乐，因为你做这些事情完全得不到他的信任跟改变他对你的看法，那你突然会觉得你做这一切都是bullshit。第3个过程里面，在这样的一个挣扎，你的日子越过越不开心，而那不开心是你完全不像你，这样的关系走到最后也一定是走不下去。那当然就是有一个引爆点啦，就是其实有一个很特殊的结束方式，在你一次出国旅游回来就发现家里面遭小偷的感觉。又在你出国又再一次闯空门啊！你知道人生有的时候就是会遇到很多很奇妙的事情，遇到很多很奇妙的人，你有时候感叹是你自己遇到这些人事物的几率也太高了。前面2个很类似，最后一个是一个截然不同。最后一段也有一些掺杂前面的因素在，因为在最后一段我已经看透了，我决定当一个这个完全奉献的一个人，超级舔狗。家里面一切就是我来负责，也不用什么37没有什么几十都没有，还没有用它，没有被没有什么叫共同基金，没有这种，没有，就是拎杯，工作收入有没问题，养家活口我 OK。对，就是我来负担这个所有的家计的，但他也不是说都理所当然，他也会尽到他该有的一些，比如他去买菜啊，这些家用他还是会去出，所以我们就处于一个在这个状态下，貌似是很稳定的状态。但是你知道有一句名言常说就是历史会重演啊，过去的经验未来有可能会发生。他来自于一个比较相对富裕的家庭，他的生活可能以前是这样子的 level，那现在可能是差了一点，在他的心中还是有希望能到这样的 level。那问题是这样的
level 的需要的这个条件，可能不是我们这个 level 能够 offer 得起的，所以到最后也是在这个 gap 中间，当然跟他自己的职业有关，所以他看的也是那样的人。他在感情中他得不到信任感，他自然就会转向物质的需求，所以最后也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也跟我提，就我连续3个都是被提，你知道吗？被犯，1回生2回熟3回就习惯了。所以我觉得整段故事这样讲下来，说实在，也许这个在镜头前面的观众，或者是未来看到这段影片的观众，他可能没有办法感受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难过，或者是他有什么刻骨铭心的地方。但我只能说，如果你不是当事人，你没有走在这个旅程里面，真的没有办法感同身受，你没有办法去想象那个心境对你造成的冲击到底是什么。你可能只是说，那你为什么当初你要跟人家3气？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怎么样怎么样？为什么你一开始不踏出你的舒适圈一起去打拼？为什么你一开始要被人家说是渣男？靠北啊，我怎么知道啊？对不对？都我说的，对，全部都小对吧？所以有的时候人生的经历我们没有办法讲到声泪俱下，我也没有办法把我的经历讲到声泪俱下，或是这个富有情感之类的。现在对我来说，那都是一个过程。重点是我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到底有没有学到东西？有没有办法在我下一次，假如人生还有下一次的机会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写下完结篇？我觉得阿强的那个例子其实蛮有趣的是，在他第3段婚姻，他总结他前2段婚姻失败的这一些点，然后想在第3段婚姻，然后去做整个大调整，殊不知调整完之后还是失败了，又遇到了另外一个难题。对，老天爷对我的考验到底要告诉我什么事情，或是我这个人生经验到底是要我学到什么？老天爷可能就是要告诉你，你交女朋友就好了啦，不要这么认真。这个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真的跟我讲过。对啊，我觉得他的这个改变好啊，只是我套用在不是结婚，我没有赌那么大了，我是交女朋友，所以我为什么说我的女朋友的条件会不一样，就是因为上集我们常聊到我的下一刻我在想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对啊，这也是之前有一个朋友在问我一个问题，就是他在讲他男朋友的故事，我就跟他讲说，那你可不可以跟我列一下你那个交友条件？他就列了10项，有经济收入，不能事业心太重，懂得小贴心，但是又不能当什么中央空调，讲一堆，反正就列了10项。我就问他说，还不错啊，你列的这样类型的男生很棒啊，那有谁不爱？在座哪一个女生不爱？每个女生一听到说，哇，好棒好棒，我也想要这样的。我说对嘛，那你看这个条件大家都要，为什么他要你？就有这样条件的人，为什么要选择你这个女生？你的条件有跟他对等吗？你可能有，他有像你这样对等的女生也很多啊，为什么还要选择你这个人在？然后我就说，那你为什么不换个方式？我说我分享一下我的经验给你参考。我在每一任结束的时候，只会问我自己，到底为什么会不快乐？我指的不是结束的原因哦，是不快乐的原因，就是你不快乐，就我自己不快乐，就是我只要不快乐，我就把那不快乐记下来，所以我只会去记我不快乐的那个点，因为那不快乐是我自己遵从我自己的渴望，遵从我自己的需求，遵从我自己的内心，所以我要找让我快乐的人，所以我只会记那些让我觉得不快乐的点，因为我不想要再发生，所以我每一次的择偶推荐只会在那个 to do list 的不快乐的那几个点有符合就好，而不是他长得如何，他的条件如何。就像别人常讲的如果说你的择偶对象都一模一样，你过去失败经验都一模一样，那你就不要抱怨，因为你没有改变过啊，你没有变过条件，没变过任何的方法，不管是相处条件或者你自己都没有改变过，那你凭什么？不管长得再帅再美都一样啊，你凭什么要求对方？我觉得像刚刚讲的是，你做了一个很棒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开始改变了，不管是你的择偶对象或者是相处方式。我的感触啦，我的体悟啦，但是没有什么对错。可是我蛮好奇的，3次都有办婚礼吗？你知道最后一次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啊，对，所以没有那么公开轰轰烈烈了，看起来是蛮幸运的。因为我蛮难想象，就是如果我有个朋友结3次婚，第3次，你说第3次要不要包红包？第3次到底要不要包红包？这可以给我们镜头前面观众这给我们建议吗？的标准吗？这个关键在于你最好每一团都请不同人，或者是同一人不要超过两次以上。我觉得很少人会有像这样子的经历，身边的朋友呢，或者是家里的亲戚长辈们，对这样子的事情是有什么样子的看法？这个问题是个好问题，应该说在第3次的过程里面，我自己其实对这段关系已经是抱持着一个不抱希望的感觉。我唯一觉得对不起的是我的家人，对不起我的父母。父母操心孩子操心一辈子，你已经到了这个年纪了，你却还没有办法给他们一个放心的感觉。要么不成家立业，要么你成了家，你就要有一个家庭该有的一个样子，感觉好像都没有办法给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安全感。其实这个是我觉得对
不起的地方。那当然，父母他还是会疼自己的小孩啦，所以他也会希望你快乐就好。即便我的父母表现出来是支持我，或者是并不会去对我有什么责难责怪，我对他们的愧疚是过去的时间里面回想起来是最比较走不出来的这个坎。那当然，可是人生还是要继续嘛，你当然还是要往前走。那只是说朋友，大家看这个事情，我觉得每个人角度不一样。有些人可能觉得很有趣，是个笑话；有些人可能觉得，哎呀，你怎么会这么辛苦？可是其实不管别人怎么想，重点就在于你自己，你自己怎么想。那如果你都不在意，其实最后就是你问你自己，你到底在这些过程里面，你得到了什么？对你未来有没有帮助？我觉得其实这是必须要去思考的。其实我蛮想跟阿强讲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刚刚大家这样子在聊天，我发现大家好像都会用一个我婚姻失败了，我婚姻好像没有成功。其实我觉得婚姻并没有什么失不失败的问题，婚姻只有适不适合的问题。没错，我觉得没有一个东西叫失败的。我为这段关系下了一个注解，其实很简单，他没有错，我也没有错，我们只是不合适。非常好，其实就是这样子而已。对，所以其实我没有难过，我难过的点是我的家人，我对这段关系，我对他，对我自己，其实没有难过。其实他也很讶异，就是说我表现出来的是一个很平静的态度，带有戏谑的方式去形容这个过程。殊不知，其实这就是我自己去理解到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其实就是不合适而已。其实没有一件事情是会失败的，只有你当下用什么心情去看待这件事情。如果说每一件事情都是失败，那就没有失败为成功之母这个谚语的产生了嘛。如果你用失败去定义自己，有的时候你会让自己陷入更容易失败的一个状况。你用最轻松的心情去看待这个过程，那你会发现其实它并没有成功跟失败的差别，只是你的选择而已。就算时间再回到第一段的时候，我还是会做那个选择，结果也许是他做不同的选择，我们会走到今天。而当下是他做了另外的选择，所以我走另外两段。所以其实人生就像我们讲的嘛，他其实就只是一直在不断的选择当下发生了一些可能令我们难过或者是令我们开心的事情而已嘛。其实没有什么难不难过这件事情，其实你事后回想起来，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有点戏谑，或者是其实我可以谈笑风生的再聊聊，笑着流泪笑着流泪再谈谈这一些东西嘛。如果你一直在一个不讲道理的情形之下生活着，试问你开心吗？如果我是那个不被讲道理的那一个人，如果我今天完全不讲道理的对你，那当然我开心啊。可是如果我们相反过来，如果我们是那个完全不被讲道理的人，试问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开心吗？可是我们好像常常听到很多要吵架就会有人安慰他，家里就不是一个让你讲道理的地方啊。好像大家都试图要叫你忍耐，就是为了所谓的大和谐大和平的情形之下，好像就得粉饰太平，把所有东西往肚子里吞。所以我之前也有一个朋友讲过，就是一个婚姻为什么会走不下去，其实就看谁爆发而已。对，谁不想忍呢？看谁不想忍耐而已嘛。大家都是在忍耐的过程当中磨合，只是谁最后忍不住了。刚刚也讲到平权这件事情哦，事实上你讲男人有的时候也是蛮悲哀的哦。社会上赋予了一些男人好像就应该要怎么样的一个刻板印象存在。有时候去参加婚礼啊，当然有些婚礼上有些人会说那个我以后要发誓啊，老婆永远是对的啊，什么什么什么。就我听到这种话，我都觉得你确定吗？尤其一个有3段婚姻的人讲出来，第一个第一个是你确定你真的是这么想吗？然后女人要权利，但她在婚姻里面又要扮演弱者。与其说大男人主义，我觉得现代的社会某些程度，其实女权是被无限上纲了。好像女生在一段关系里面又要有强势，又是绝对弱者。那男人到底在一个关系里面到底扮演的是什么？最后归根究底的一个结论呢，我自己觉得在一段关系里面，每个人都要做自己，能够接受原来的你的那个人，也许才是真正适合你，而且你又要同时能够接受他，这样子的关系才能够走得长久，走得下去。找一个爱你的人多一些，或你爱的人多一些的人，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人他适不适合你。爱其实并没有办法维持多长的时间，不是还是鼓励大家，就是如果说你真的结了婚，有了小朋友，至少让自己的另外一半他可以把自己打理好，把自己做好，因为谁都不知道哪一天你离开了他怎么活下去。我觉得现在对一般的家庭来讲，那个压力太大了，所以基本上大部分也都是双薪家庭。可是还是会有些女生从小就幻想着，就是我长大不要工作，要给老公养。对，很多啦。其实经营一段婚姻真的不用大家想象中的这么简单的。可是，对于还没结婚的人来讲，他总是抱着
憧憬啊，憧憬，对抱着甜蜜的画面，这也是我好奇的，就是比如说强哥这样子经历了3段婚姻，那当然因为你可能职业上的关系，你有很多后辈，那总会遇到他们结婚的时候嘛。以你一个结了3次婚，坐在台下看台上现在在结婚，你有什么感触？祝他们幸福。没有，这应该是这样讲，这个祝他们幸福绝对是发自内心的，但是这个幸福的背后，你要付出非常非常多的代价，你才能得到这个幸福。千万不要轻易的说放弃，也不要死拖活拖，因为适不适合你自己最清楚。一旦发现不适合又改变不了，千万不要拖时间。他的这个苟延残喘，其实会影响到你人生其他很多的部分。小欧嘞，今天要不要开始做个结尾了？我觉得要做个结尾了。我觉得就是我们录到现在录了10多集了嘛，蛮喜欢今天讨论的内容。不是说之前聊的没有深度，今天聊的某一块是在这个社会上没有人被讨论，而且是真的帮多数男人的辛酸血泪去分享出来的真实的故事。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对啊，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对不对？就今天的主轴还是在环绕在，就是我们强哥结了，也可能是让人羡慕的3次的婚姻，或者是也有可能大家听完会觉得有很多的一些感触的故事，或者是你现在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有很多的一些甘苦谈，或者是你有一些想要对我们说的话，那也欢迎就是留言让我们知道，或者是你觉得不好意思，你可以去 IG 私讯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目前的故事或你的遭遇跟状况。那我相信我们会是一个你的很好的垃圾桶。花了 fuck life， 看我面对人生抉择的使用下，那我就祝你新婚愉快，拜拜，拜拜，拜拜。